径它是走，我们先出来走。现在是带上这个老乡去相亲啊。今天没有带这个伊莎，今天是另外一个助理啊，叫秋莎，让她去做我们的翻译。现在我们去那个村子里去相亲这个女孩，去见一下面啊。今天这位主角啊，这个怎么称呼啊？我叫小高。小高是吧？对。小高多大了？今年35岁。35岁。对。小高35岁啊，他在中国娶不到老婆，然后呢，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的，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在这个私信里跟我发信息说，老弟说想过来找个老婆，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因为很多人是这么问的，都是问着玩的，你知道吗？但是他呢，问完之后呢，他真的买机票过来了啊！他既然买了机票过来了，那咱们就作为一个老乡，我帮他引荐一下吧，成不成这个我不包啊，我可以引荐一下姑娘，好吧？走吧，我们现在去出发啊。这是停车场啊。这个小区环境还可以啊，都是一些别墅什么之类的啊。今天伊莎有事啊，今天就带了这个秋莎过来啊，她来做我的翻译啊。好了，我们已经上车出发了，带着小高去村里相亲啊。女孩子呢已经约好了，这个是助理啊，今天呢她充当翻译的角色啊，她精通尼泊尔文和英语，她的英语很好。尼泊尔语也很好，好像还会印度语是吧 ？You know Indian language？ 啊，他还懂印度语啊。好了，那咱们现在出发了啊。现在正在去往这个姑娘的家啊。这个姑娘好像是个农村女孩子，好像英语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说今天必须要有一个精通尼泊尔语、英语的人啊，不然的话沟通会很困难啊。因为这个尼泊尔语的翻译啊，用软件翻译它很不准。但是翻译英语的话很准啊，英语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翻译尼泊尔语很容易翻译错，容易误解，容易出事啊。事后我总结了一点，就是女孩子必须会英语，不然翻译软件识别不到小语种尼泊尔语。会英语的说明小学毕业了，很多农村女孩小学都没上。这个坡太陡了，冒烟了。这个坡太陡了，上坡太不容易了。已经到了这个附近了啊！有人来接了啊！我的老表来接我了，穿黄衣服的这个。这个地方啊，他是怎么摸到这个地方的？真是厉害！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女孩子家了啊！这个就是她家的房子啊。这女的叫什么名字？叫海棠是吧？海棠。好的，今天相亲的女孩子叫海棠啊，走吧。啊，这个就是女孩子住的家是吧？对。竹子蘸泥巴，她这个土地是他们家自己的吗？租的，不是。这个土地也是租的。租的，房子是自己做的。这个尼泊尔的土地它是永久产权的哈，很多人买不起土地，这辈子就买不起的，都能租这个地，然后简简单单造个房子啊。那我们绕这个房子看一圈吧，看一下吧，看看这个女孩子的家庭情况啊。家庭情况不是乐观。条件不是很好啊。哎，这个他们家是一起的吗？这个？它是两家，因为人口太多了，所以说的年纪大一点的就住在这边，这个跟牛和鸡住在一块儿。牛粪，好臭啊！它这里面还有一头牛，这房间里面一头牛就在后面。就是牛跟人住在一个房间里。对。哦，这样搞，骗你干你妈！农村是这样子的。来，看那个牛粪是从哪里出来的？哦，这个牛粪就是从这个屋子里出来的啊。我在外面这个味道都很大啊，如果这个里面的味道，我估计更大了。这是正儿八经的农村了，尼泊尔的。What? Okay, you can help me translate, okay? 这个是他给女儿住的，老人就住在这边。哦，等于是海棠住这个房间。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吧。铁皮。40岁里面，这个应该是午休的地方。
对，它这门锁住。哎，这要脱鞋的，要脱鞋啊！在尼泊尔，你看在地上，尽管不是很干净，都要脱鞋啊。这个是他哥哥吗？啊，这是他哥哥吗？他哥哥。哦，这是成了的话就是大舅子了啊，成了的话就大，现在还不切啊，因为还没有，先发根烟吧。好了吧，那走吧，我们去找一下那个女孩子吧，她的居住环境，她在那里玩是吧？嗯。哦，她在邻居家玩，那我们去邻居家啊。女孩子没有在家，我们现在正在往另外一个房子走啊，应该是在另外邻居家里玩吧。小高，你在国内是做什么的？啊，我在国内是送外卖的。送外卖。对。送外卖的话，外卖现在是啥收入啊？外卖的话，如果是旺季的话还好一点，可以弄到1万块钱一个月。哦，过万了。对，但是上班的话，一天可能要上10多个小时。哦，那旺季还这个东西还有淡季说法吗？对，它有淡季有旺季的。淡季的话，大概能做到多少钱一个月？如果是淡季的话，也一天的话也算10个小时，大概是5、6千。其实只要高于3000呢，对于尼泊尔人来讲的话，属于高收入人群了。因为这边的工资平均几百块钱一个月，你能拿到3000以上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你在国内是没有女朋友，没找到女朋友吗？没有，现在是单身的状态。没有考，为什么你不考虑先找中国的吗？因为家庭条件不怎么好，说实话。家里父母也是农村的，然后自己送外卖的话，以前也是相过亲或者说谈过恋爱的，但是到结婚这一步的话，因为要房子、车子、彩礼这方面都没谈拢。那你现在有没有房子？现在应该是没有的。现在没有房子。对。那你家里人住哪里啊？你住哪里啊？农村的。哦，农村有自己的自建房。对，自建房有，但是他们结婚的话，一般都要买房嘛。对，结婚的话，现在我们国内的话，没个房没个车。确实结婚困难啊，女孩子听了也估计也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女孩子家人听到你房车都没有的话，就说明经济状况不是很 OK， 给不了女孩子保障的生活啊。确实到了结婚那一步会有所阻碍啊。好了，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女孩子玩的地方了。她在干嘛？在睡觉。好了，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环境啊。这睡觉不热吗？这是厨房哈，生火造饭的地方。来，过来先看一下吧。这个是做饭的地方啊。我操，这个好原始啊！条件不是很好啊。好像家一个电器没看到。海棠呢？哦，对。I will introduce your boyfriend, Chinese boyfriend. OK. OK. 啊，我说给你介绍个中国男朋友。好了，我们已经把2个人都叫到一起，坐在一起聊一下啊。想到什么问什么吧，反正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因为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嘛，也不知道问些什么啊。我们先问一些基本情况啊，就比如说这个年龄啊，How old are you? Okay, 21. 21. 哦，21岁。有男朋友吗？ Do you have boyfriend? Boyfriend No. 啊，没有男朋友。那想不想嫁到中国去 ？Do you want to marry to China? 想嫁到中国，那你父母同意吗？就是 your parent will agree you marry to China? घर परिवारहरूले मान्नुहुन्छ चाइनिजसँग बिहे गर्यो भने यति मैले माने भने मान्छ If she like him, then family will also agree. 哦，等于是爸妈是听女孩子的，如果女孩子喜欢他的话是愿意的啊。那这个父母这一块应该问题不大啊。那个这个中国人娶你的话，需不需要什么条件呢？就是what conditions need to marry you? कस्तो कस्तो कन्डिसन चाहिन्छ अरे बिहे गर्न केही बोले जस्तो गर न तिमी नै भन न म त के भन्नु र आइ पो भन्नु Love, respect, care, and loyal to her and treat her very nice. 这些房车都不要 ，no need to buy car house. कार गाडीहरू केही चाहिँदैन No, she's not interested in money. 哦，他说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确实啊，这个居住环境大家也看得见啊。就住这个房子，就是说我们的小高把他带到中国去的话，就是租个房子也比他现在的居住环境好多了。哦，你刚刚说你是没有买房的是吧？对的。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计划要买房啊？正在有计划。就是、有计划。对。计划买房的话，首付钱你是全款还是贷款？首付吧。首付。你在哪边买房计划？准备在我们老家县城吧。县城房价现在多少？大概6000到7000多一点。
6000到7000的还是县城吗？哪里啊？江西上饶鄱阳。哦，鄱阳县。对的。哦，我知道。哇，鄱阳县房价都这么高了？对，我那里消费也比较高一点，然后房价稍微也高一点。6、7千，那就是100来平、90平，那也得要60万左右。对。首付的话，3层还是4层？现在？3层。你等于是有了3层首付钱的对，存款了。然后对3层的话，首付钱有，然后装修的钱也是准备了。从这个条件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跟他还是蛮匹配的啊。因为这个女孩子的居住环境，他们家刚刚你们也看了，是吧？那个环境条件不是很好啊，但是去到中国的话，就是租个房子也比他现在的环境要好很多，是吧？看你的女孩子你也看到了，这个第一感觉怎么样？这女孩子的话，我看了，说实话是非常满意的。非常满意。对，非常满意。长得还是比较漂亮的这个女孩子。长得还是比较漂亮。对，如果说在国内的话，以我的条件，应该是想找这么漂亮或者这么年轻的话，应该是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你35岁是吧？对。35，他21。How you feel him? The first meet? कस्तो फिल भयो तिमीलाई आज भेट्दा? मिलाएर भन्दैनौ तिमी. She think he is good guy, but at first meet she can know anything. They should know each other for certain 要相互 period. 了解一下啊，毕竟才是第一次见面。那这样吧，我提个议啊，就是你 you have WeChat? WeChat 是什么？没有 WeChat，OK，Instagram、Facebook。 You have Instagram? Facebook. Yes, he 他有 has. Facebook， 那你有没有脸书？我有，我已经来了下载了。下了，那这样吧，你们俩先加上吧 ，OK。有空。他手机给我，我来 OK 加一下。好的，你加一下联系方式啊，先聊着吧。因为第一次见面了啊，这个很多问题如果直接问的话太突兀了，这个得先让他们先聊聊吧，先加上联系方式，然后呢，我然后再给他们俩一点空间时间，让他们俩坐在这里聊会儿，用手机翻译软件先简单的聊一些。OK， 你搜索一下啊。好，联系方式他们已经正在加上了啊，我们就给他们2个人20分钟的时间吧，让他们俩先聊一下啊。OK。要不留个翻译？留个翻译。对呀。好的，那就把他也留在这里吧。OK，you sit here and translate to him because she doesn't know English and maybe your phone translator may be wrong, incorrect translate. OK。好，行，那我们先走吧，给他们3个人一点时间，让他们先聊着。可能我这个手机举着，他可能有点紧张啊。走吧。这个是小高啊，我们现在去先吃中午饭吧，找个地方先吃点东西啊，好吧？这个翻译，你这个今天没化妆啊？我来到了小高住的地方啊，我来看看他跟这个海棠处的怎么样了啊？这个是他家啊。老师来了。小高。海棠人呢？海棠在房间里。在房间，他睡哪个房间？他睡这个房间。那你呢？我睡这边房间。可以看一下我房间吗？可以，看一下他的居住环境啊。这是我睡的房间。我把他喊出来吧。还可以啊，这个房间。对。你把他喊出来是吧？那行，你把他喊出来吧。他还没洗脸啊。对，他刚刚起床吧。还没收拾一下。对。我先坐一下吧。好的，先坐一下吧。好的。我今天想看看你们俩怎么样了，你知道吧？可以。咱也坐下。那你们坐吧。我找个凳子，你坐这。好，行。把东西给你。你们俩没有睡一块吧？没有，我们是2个房间，他睡在隔壁，然后我睡这边，没睡在一起啊。You two didn't sleep together?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No. 没有睡一块啊。没有呢，这怎么哪有那么快？这认识2天，现在还是相当于约会阶段啊，处的差不多合适了，那才有可能说睡一块啊。现在还不能啊。你住的这个房子还可以啊。还行吧。多少钱一个月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的话是4万卢比。4万卢比，2000块钱一个月。对，因为这个算是富人区嘛。你一说富人区啊，我好像是，我看一下啊。对，也算是高楼大厦了。这个好像这一片的房子特别的好，我刚瞄了一下。我操，全部都是小别墅啊！但是这是一个独立的小区，有门的啊，有门卫的。出去之后呢，你看看外面的房子就没有这么好看了啊。平常也是用手机翻译器这样聊，现在聊的还可以。好的，
那行，那一会儿出去转转，出去喝个茶，喝个咖啡。行，那我请你去喝咖啡吧，一起，好吧？好，可以。好的，你是瘦一点，你会这样嘟你的手，你的身材很瘦很苗条，是这样吗 ？You are what I say and 我们现在去喝咖啡啊，然后坐下来再细细的再聊一下啊。小心一点啊。好的。去喝点咖啡啊，找个地方坐一下。这个是助理啊，今天把他喊过来的话是为了翻译啊。走吧，我们一起走啊。这2天你们是用手机交流对吧？对，手机翻译器。你的手都很上了。行，好的。根本就走不了啊，这个路太堵了。好了，我们现在把车停好了啊，带上我们的翻译啊，助理翻译。然后这个是海棠，这个是小高啊。我们现在去先吃中午饭吧，找个地方先吃点东西啊，好吧？这个翻译，你这个今天没化妆啊？感受一下尼泊尔的交通状况啊！哎呀，到处都是摩托车，那汽车根本就不敢往这里开。我还是找了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停车场停好了，然后再走过来。现在市中心不能往市中心走啊，太堵了。那个把他们2个人都喊出来了，然后正式的去问一下2个人现在发展的怎么样了。已经给了他们3天的时间了啊，3天的时间。那我问一下，确定你们俩没有睡到一块是吧？没有，我们毕竟刚认识嘛，现在是说互相了解一下感情啊，或者说撮合一下、磨合一下这样。磨合。对，这个女孩子的脾气怎么样？这3天处下来。我感觉的话，这个脾气还挺好的，也是乖巧听话的那种。听话。对。那你的衣服这2天是你自己洗还是她帮你洗的？她说实话，这个女孩子因为是农村的嘛，她是比较勤快的，说洗衣啊，还有做饭呐，还扫地啊。只是说她做的饭呐，她做的是尼泊尔的那种手抓饭，也叫做咖喱饭嘛。可能说实话，我有点吃不惯。吃不惯。对。那以后你会做饭吗？我会做饭，但是对我会做中教她。对，她也喜欢吃中国餐，但她也跟我说了，就是说她也愿意学中国餐啊，会来做这个给我吃，这个意思。那你有没有信心继续发展下去？你跟她？按照现在我看的话，这几天相处了，我感觉应该是希望还是蛮大的。希望蛮大的。对。这个是小高。其实，在第1天我带他去的时候啊，我感觉我个人感觉还是有可能会成，但是昨天拍的那个视频呢，带的是叫小曹，拍视频的时候我没注意到。那么视频拍完之后我再回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应该有粉丝注意到了昨天的那个视频，你看他那个眼神他好像是不怎么喜欢那个女孩子的，那也有人提醒我了，他说小曹好像心思不在这个女孩子，你们可以回看一下昨天的那个视频，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自己也拿捏不准那个我给他2、3天的时间聊一下天吧，然后明天或者后天吧，我再去问一下是个什么情况。那这个呢，我感觉是有可能会成的那如果说你俩成了的话，你会把他带回国，还是说你长期待在尼泊尔发展？我是想把他带回国。带回国？对。那你有没有跟他表达出这个意思？他愿不愿意？我也跟他聊过这个问题，用手机翻译器的话跟他聊了，他说还是有这个想法，愿意跟我们去中国。愿意去中国。对。那你这个成的可能性比较大对，我感觉成的还比较大，因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这个结婚之后我们2个在一起的话，他说他偷偷跟我说到时候结婚让他父母给我赔点什么彩礼之类给我他们家的情况你也了解了，其实也就是拿得出1、2条牛而已吧。对，他就说表示他这个心意，就是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跟他说就不需要，因为我们中国说实话不差那点，因为他家的条件你上去看了，家里条件不怎么好。我是说，如果说你真的跟着我，到时候我们会给一点钱给他们父母生活一下，改善一下他们生活。说实话，他家的确说比较困难，我们给个1点钱的话，对我们来说应该是说，应该是不困难的是这个样的。可以。
感觉那个问的有点远啊，就是说有个比较远的问题，就是说小孩子的话，你也知道，他们尼泊尔这里是没有计划生育的，3个5个的生。对，你怎么打算生小孩的这个问题？生小孩的话，我的想法的话，可能就是生一个吧。中国的压力有点大。生一个是吧？对，因为我条件不这么好嘛，像我结婚的话，在国内就比较困难。所以这样我就想生一个，但是他说，他就想说多生几个，因为什么？他说，尼泊尔人意思说兄弟姐妹多啊，那就人多啊，那就是说方便一点，干什么活啊都方便一点，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跟他沟通的话，我是想最好是生一个吧，是这样的。这就是你们这2、3天处下来的结果。对。已经考虑到这里了啊。对，我把这些东西都跟他说清楚嘛，就说对，省得说我们过来了带着诚意过来，对，大老远的粉丝从国内飞过来，这肯定不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粉丝有很多，每天评论区都有人评论说，说想来找个老婆呀，发私信给我，因为每天有100、200个人给我发这种消息，是吧？我也没空啊，也没精力去回复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正儿八经的说飞过来了，或者说来旅游了，是吧？那个我可以帮忙引荐一下。这个无所谓。那么我们来问一下这个海棠，但是海棠的英语不是很好。今天我们把这个助理，把这个翻译呢，把他带过来了。She said in future she will marry him and have 2-3 child if he is ready for that. 他说意思说想跟他结婚，然后呢生2到3个小孩，这个可能跟你预想的不一样。他想的2到3个还是已经打过折了啊，正常情况下都是4、5个生的。对，2、3个你能接受吗？扛得住吗？2、3个还是有点扛不住。有点扛不住。对，因为中国的教育这方面，就是说比较花钱。还有如果是生男孩的话，以后一些嫁妆呢，或者说彩礼之类的，对吧？这个考虑的确实很远，对，压力也确实大，2、3个。尼泊尔养3、5个孩子，可能成本没那么高，也比较轻松。但是在中国，你要养3、5个孩子，是压力很大的啊。那有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吗？就是when will they two get married? Can marry? Yes. When? 那个 first get married in Nepal, right? 在尼泊尔先结婚。结了婚之后 and he will bring you to China, right? You want to go to China after marriage? Yes. 他的英语会一点，但是不是很精通啊。这个翻译的他的英语很好，他可以精准的翻译出尼泊尔语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去了中国的话，他不会中文，然后英语又不好的话，他其实是很难找到工作的。那么在中国的话，你回国之后你是继续送外卖吗？暂时的话可能会首先还是会送外卖，先保持日常的支出收入这些东西。对。然后对于交流的话，我们2个就是说，可以说边送外卖边学习一下英文，边学英文。对，然后他呢也可以说也顺便我教他一些学中文，互相教。如果等他中文学的差不多的话，可以说如果他愿意可以找份工作，如果他不愿意找的话，或者说在家里带小孩都可以。因为我想了应该是对于他们他要求很低嘛，他也不像我要什么很多存款要很多钱，他只要吃得饱穿得暖就可以了，因为他要求比较低一点，所以说我基本上我送外卖也可以养活他应该是没问题。现在的行情大概能多少钱一个月？像我送外卖的话，说实话还是比较拼的一个月的话送个100块钱可以。那就可以。我就担心可能因为在中国的话，如果你只能拿个4、5千块钱一个月，又要养活你自己，然后呢还要养个老婆，确实压力很大的。如果有1万的话，那生活水平也不会太差，是吧？温饱问题肯定没问题这些东西那还好。你能搞到1万块钱一个月的话，那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你在尼泊尔能挣1万块钱一个月，那你的这个生活质量水平呢会高很多，而且也会轻松很多。不像在国内有那么大的压力在尼泊尔其实都不要1万，你但凡有个5000块钱一个月，你在这里生活都会很舒服。其实，对的，去我们家的话，可能是我们农村也有楼房，2层楼房的，在他家可能你也看了，他家那个房子都4处漏风了。就整体来说，和他家对比的，我家条件就算是好了，但是在中国我条件就是说不怎么样的对，这么一对比的话，确实女孩子应该也是非常知足的应该是能满足的。
这个条件对于她来讲啊，对于一个农村的女孩子来讲，好的，这个饭菜已经上了啊，我们就先吃饭吧。吃完饭之后呢，我带着这个助理，带着这个翻译啊，我们4个人去街上走走转转。